位于东亚的一座小岛，却能撼动全球。台湾的实力常常超乎想象，国土面积仅约 3.6 万平方公里的人间宝岛，经济规模位居全球前20强，人均所得更超越许多欧美先进国家，被誉为亚洲最低调的隐形富豪。在高科技、医疗、制造、文化等领域，台湾缔造了无数惊人的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来揭晓台湾最令人惊叹的10大世界之最。第10名，全球机车密度第一，一座被机车占领的岛。台湾是当之无愧的机车王国。截至2023年，全台机车数量高达1453万辆，平均每1000人就拥有620辆机车，密度居世界第一。在狭窄的都市街道与高昂的汽车成本下，机车成为台湾人最贴身的代步工具。无论是台北车水马龙的巷弄，台中热闹的商圈，或高雄港边的街头，放眼望去，尽是密密麻麻的机车洪流。据统计，台湾每平方公里的机车数量远超其他国家，甚至有国外媒体以机车海形容台北街头的壮观景象。台湾人的机车情结可以追溯到经济起飞的年代，1960年代含1970年代，轻巧省油的机车替代昂贵的汽车，成为广大劳工和学生上下班上下课的首选。巅峰时期，几乎每个家庭门前都停满了机车，上下班时间的街头宛如机车大军出征，声势浩大。这种随处可达的机动性也培养出台湾独有的机车文化。情侣约会，骑机车兜风，爸爸载着全家出游，外送员穿梭，巷弄送餐，两轮承载了台湾人无数生活点滴。然而，满街的机车虽带来便利，也伴随空气污染与交通安全的隐忧。为此，近年政府积极推动电动机车替代传统燃油机车，如 Gogoro 等本土电动机车品牌兴起，在都市街头建立起电池交换站，逐步打造更清新的骑乘环境。未来，随着绿能与智慧交通的融合，台湾的机车文化或许将翻开新的篇章，继续以灵活便利的姿态驰骋，同时减轻对环境的负担。灵活、经济又方便，机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深深融入台湾庶民生活。每天清晨，街头的机车阵，红灯前蓄势待发的机车瀑布，都已成为台湾城市风景的一部分。这辆2轮小车仿佛是台湾人不可或缺的延伸肢体，汪汪的引擎声交织出岛上独有的城市交响曲。第9名，全球夜市密度第一，不夜城的美食天堂。台湾堪称夜市之岛，全岛拥有超过300个大大小小的夜市，在面积不大的土地上，夜市密度高居全球之冠。入夜后，从台北的士林夜市、台中的逢甲夜市到高雄的六合夜市，处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烟火气息弥漫在街头巷尾。对许多台湾人而言，夜市不仅是填饱肚子的地方，更是情感与回忆的载体。小时候，爸爸妈妈牵着我们在摊位间寻宝；学生时代，3、5好友下课后相约夜市大快朵颐；长大后，在异乡工作的人一想到夜市小吃的滋味，便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故乡。臭豆腐、担仔面、珍珠奶茶、盐酥鸡等经典小吃，香味四溢诱人，食指大动，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家乡味。夜市里人潮急涌，摊贩的吆喝声、食物的煎炸声交织成一首市井交响曲。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是最生活化的台湾夜晚缩影。夜市不仅有美食，还提供休闲娱乐与生活百货。传统的射气球、套圈圈游戏摊让人重温童趣，各式手机壳、小饰品摊位满足逛街乐趣，偶尔还能遇见街头艺人的热情演出，让路过的人驻足喝彩。近年来，一些夜市也开始转型，出现观光型、美食街型，甚至进驻商城的形式。不变的是那份浓浓的人情味。对外地来的游客而言，夜市是他们体验台湾文化魅力的第一站。在嘈杂又温馨的氛围中，用味蕾含心去感受台湾的热情与活力。传统与创新在夜市交汇，庶民美味与人情温度在此交融，造就了这片灯火不灭的美食天堂。夜市之于台湾，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文化的展演与情感的连结。
每当夜幕低垂，夜市亮起万千灯火，那一滩滩热气蒸腾、笑语喧甜的景象，正是不夜城台湾最动人的风景之一。国际旅游媒体也曾评选台湾夜市为全球最迷人的街头美食飨宴之一，让世界各地的饕客为之向往。第8名，全球工时数一数二，过劳之岛的隐忧。台湾的经济奇迹背后隐藏着劳工过度付出的代价。根据经合组织 OECD 统计，台湾劳工每年平均工时超过2000小时，位居全球前列，甚至高于以拼命工作闻名的日本与韩国。近一半的年轻上班族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高工时、低薪资成为不少人无奈的日常。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正在悄悄侵蚀劳工的健康与家庭生活。有统计指出，台铁员工在退休后平均寿命仅剩4年，这惊人的数字震撼社会，犹如一记警钟敲响在每个为生活打拼的台湾人耳边。在台湾，加班文化早已根深蒂固，许多上班族习惯了下班时间过后依然留在办公室赶工，认为加班是敬业的象征，不敢轻易离开。科技业的工程师、金融业的分析师更是责任制下无限延长工时的典型。长期下来，疲惫不堪的身心状况导致过劳死案例时有所闻。青年世代对未来的展望也因此蒙上阴影。根据一些国际调查，台湾在工作与生活平衡、幸福度等指标上的表现都受到过长工时的拖累。当努力工作与牺牲健康画上等号，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势必受到影响。为了改善过劳现象，政府和企业近年来开始推出各种措施，劳动基准法速度修法，强调周休2日、加班工时上限等规范。一些新创企业也倡导弹性工时、远端办公，期望在生产力与员工福祉间取得平衡。民间也兴起 work-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讨论风潮，越来越多年轻人重视下班后的自我充实与休息时间。过劳问题没有速成解方，但全社会正开始正视这只沉默已久的职场杀手。台湾人拼劲十足是优点，但也要懂得适时刹车，喘口气。唯有在追求经济成就的同时，照顾好劳动者的健康，才能让努力2字不再与过劳画上等号，让勤奋踏实的台湾精神得以永续，幸福感不再缺席于经济成长的故事里。第7名，全球便利商店密度。第2，两步一店的便利哲学。台湾的便利商店、超商密度位居世界前茅，仅次于韩国。截至2022年，全台超商店数已突破11000家，密度之高，世界罕见。全台平均每1582人就有一家超商，都市地区更是走不到几步路就能遇见一间。在台北市的士林区，一条不到2公里的路上竟分布了23家便利商店，密集程度令初次造访的外国人瞠目结舌，直呼不可思议。自1978年第一家 7-Eleven 开幕以来，便利商店已成为台湾城市生活的缩影。7-Eleven、全家、OK、莱尔富4大连锁品牌，构筑出台湾超商业界的4大天王版图。只要踏进任何一家明亮的超商店铺，迎接你的绝不只是零售商品。清晨可以买早餐、咖啡，顺便缴水电瓦斯费；中午可以订个微波便当，领取网购包裹；深夜肚子饿了能买宵夜，小酌2杯，甚至临时需要日用品也一应俱全。从代收包裹、影印传真到贩售演唱会门票、游戏点数，24小时不打烊的便利商店早已成为社区的万能小帮手，扮演着日常生活资源中心的角色。便利商店之于台湾人，更像是无所不在的贴心邻居。每天上下班路上买瓶饮料提神，台风天物资短缺时，超商永远敞开大门。假日时，全家大小散步到街角的超商买双麒麟解馋，也是甜蜜回忆的一部分。外国观光客惊讶于台湾超商的多功能与高密度，称赞在这里生活几乎离不开超商。确实，台湾的便利商店已深度渗透进人们的日常，便利到仿佛空气般理所当然，却又在不经意间温暖着千家万户的生活。第6名，全球最大小学，一所学校胜过一座城。
位于新北市永和区的秀朗国民小学曾创下全球学生人数最多的小学纪录。在198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人口激增之际，许多家长为了争夺明星学区名额，纷纷涌入这个地区，使得这所原预计容纳24班的小学一下子暴增到开设193个班级，容纳1247名学生的庞然巨校。这项惊人的纪录，据传也被金氏世界纪录所收录，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学校每天的日常运作宛如一座小城，光是学生喝水与用餐，一天就需耗用约80公吨的水。放学时，熙熙攘攘的人潮如同大型演唱会散场，全校师生要花将近40分钟才能全部离校。至于周一的升旗典礼，更是因人数太多，不得不分年级分批进行。面对人山人海的学生，学校的老师和行政人员也付出极大心力，光是维持校园秩序就是一大挑战。上下课钟声响起时，193个班级的人流同时涌动，需要大量教职员引导，才能确保学生不发生推挤踩踏意外。学校的广播系统声声不停，遗失物品招领，学生走失广播此起彼落，俨然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操场上跑操，教室里读书，成千上万的孩子同时活动的壮观场景，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人都终身难忘。随着台湾近年来少子化，秀朗国小的学生数已大幅缩减，不复当年小学生军团的盛况，但那段全盛时期的传奇，至今仍被许多老师和校友津津乐道。它象征着台湾在人口红利时代教育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一所学校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兴盛与狂热，即便如今校园显得空旷许多，秀朗国小当年的故事依然是台湾教育史上的传奇篇章，提醒着我们那段人声鼎沸、激情澎湃的黄金年代。第5名，全球电子代工帝国，隐身幕后的科技巨兽。谈到高科技产业，除了半导体外，台湾还有一头隐形巨兽默默耕耘着一个庞大的电子制造代工帝国。其中的翘楚鸿海精密工业 Foxconn 正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为 Apple、苹果、Sony、Dell、戴尔等无数科技品牌背后代工出产品。这家公司在巅峰时期员工总数超过100万人，庞大的生产基地遍布全球10数个国家，年营业额高达新台币6兆多元，约2000亿美元，相当于一些中型国家的全年 GDP 规模。有人戏称，鸿海一家公司就已经富可敌国，甚至夸张地说，足以买下一个国家。如此惊人的规模，让人不禁好奇，它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1970年代初期，年轻的郭台铭白手起家，创立鸿海，只为制造塑胶电视机、旋钮等小零件。凭着拼劲和眼光，鸿海抓住了电子产业转移的浪潮，逐渐从代工零件扩展到组装整机。2000年代，随着个人电脑与智慧型手机市场爆发，鸿海更一举成为全球电子代工霸主，在中国深圳、郑州等地打造出庞大的制造园区，其规模被称为 iPhone 城，可以容纳数十万工人日夜赶工生产。在这些厂区内，员工宿舍、食堂、医院、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仿佛一座座独立运转的工人城市。鸿海的成功是台湾在全球制造业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缩影。当然，如此庞大的劳动体系也曾引发过劳工权益、工作环境等争议。鸿海也在不断调整中求取企业发展与员工福祉的平衡。虽然它本身不是一般消费者熟知的品牌，却支撑起众多世界知名品牌的产品生产。从你手中的智慧手机、笔记型电脑到客厅里的电视游戏主机，都可能有零件是在鸿海的工厂组装完成。这个隐身在品牌背后的台湾制造王国，象征着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在地缘政治局势变幻的今日，台湾制造的价值不仅在经济，更被视为产业安全的重要一环。而鸿海等隐形冠军的存在，正是台湾经济实力的最佳注脚。第4名，全球自行车王国，从代工到品牌之光。提起自行车，全球骑行爱好者几乎无人不晓。捷安特 Giant 与美利达 Merida 这2大知名品牌都来自台湾，
凭借创新研发与优良品质，常年主宰全球高阶自行车市场。早在1970年代，台湾自行车产业从替国际品牌代工起家，当时几乎所有脚踏车都是代工出口。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台湾车厂开始萌生打造自有品牌的念头。于是在1980年代，捷安特、美利达等本土品牌相继崛起。捷安特创办人刘金彪更喊出没有唯一，哪来第一的口号，鼓励产业走差异化、高品质之路，摆脱廉价代工的刻板印象。捷安特的刘金彪在73岁高龄时依然亲自骑脚踏车环岛，以身作则推广骑行文化。这份对自行车的热情也感染了无数国人。今天台湾不仅能制造整车，更掌握链条、轮圈、变速器等关键零件技术。全球1半以上的高阶自行车零组件都出自台湾厂商之手。许多欧美日的大厂也仰赖台湾供应链供货。在电动辅助自行车浪潮中，台湾同样扮演领头羊角色，产品在欧盟市场市占率高达 64%， 遥遥领先群雄。从传统铁马到智慧电辅车 MIT， 台湾制造的自行车已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多次在国际自行车展上斩获大奖。许多国际赛事的冠军战车背后也能看到台湾品牌的身影。例如在环法自行车赛上，就曾出现捷安特为车队打造的空气力学公路车，助力选手登上领奖台。小小岛屿却缔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骑轮传奇。台湾实至名归是当今的自行车王国。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自行车业也在积极拥抱绿色未来，不仅开发更轻更强的碳纤维车架，也投入电池技术、智慧联网功能的研发，让自行车这项经典交通工具持续焕发新生命。展望未来，无论是竞速赛场上疾驰的顶尖车手，还是城市街头悠游的通勤族，都有望踩着来自台湾的优质自行车，自信驰骋，奔向远方。第3名，全球最佳健保体系，全民覆盖的医疗奇迹。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是一项令国人引以为傲的创举。自1995年推行以来，健保已经覆盖了 99% 以上的人口，几乎每一位台湾居民都享有可负担的医疗保障。根据 CEO World 杂志的评比，台湾健保连续多年荣登世界第一，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中拔得头筹。2021年更获得 78.72 的高分。这套制度成功将全国医疗资源整合，透过健保、IC 卡、云端药历等科技手段提升效率，让民众就医负担低廉，却能享有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对许多台湾人来说，生病不怕看医生不只是口号，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一趟诊所看诊可能只需支付数百元挂号费，慢性病患者每月领药不必为高额药费烦恼，大病住院也有健保分担费用，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都市里林立的医院和诊所提供便捷的医疗，偏乡地区空中医疗和巡回医疗车则补足资源缺口。健保的存在确保了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能有病赶医，有医赶看。台湾健保体系在危机时刻展现的韧性尤为令人赞赏。面对天然灾害，健保快速协调医疗资源，支援灾区，在重大疫情中更扮演中流砥柱。2003年的 SARS 风暴中，健保支撑起庞大的医疗支出，让前线医护人员无后顾之忧，全力救治病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台湾的防疫表现亮眼，社区筛检、疫苗施打、确诊治疗均有效进行，而健保强大的后勤资源功不可没。外国朋友看到台湾全民健保涵盖疫病防治的成果，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当然，健保制度也面临人口老化、财务压力等挑战，但政府和社会各界正积极寻求对策，例如推广预防医学、调整费率、资因成本等，以确保这套制度永续运行。全民健保已深深嵌入台湾人的生活 DNA， 成为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支柱。它结合了科技创新、制度设计与互助精神，让生病不怕看医生真正落实在这片土地上。
也为全球探索全民医疗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灵感与借鉴。第二名，全球最强半导体产业，小岛铸造芯片帝国。现代社会的运转离不开各式各样的芯片，而全球超过60%的芯片都来自台湾。这当中绝大部分出自举世闻名的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TSMC 之手。截至2024年第二季，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市占率高达 62.4%， 最先进制程5奈米、3奈米的芯片更垄断了约90%的市场份额。台积电凭借领先全球的制程技术，成为 Apple 苹果、NVIDIA、辉达、AMD 超微等科技巨头不可或缺的核心供应商。在其先进晶圆厂里，一块拇指大小的硅晶圆上密密麻麻刻着数十亿个电晶体，制造过程复杂到仿佛未来科幻场景，但台积电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日常。除了台积电，台湾还有完善的半导体产业生态链，无晶圆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技、MediaTek 在手机与物联网芯片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半导体封装测试大厂日月光 ASE 则稳坐全球封测产业龙头。再加上台湾诸多中小型供应商提供设备、材料，让台湾从上游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到下游封装测试，每一环都占有一席之地。有人说，没有台积电就没有现代科技世界，这话或许略显夸张，但足以凸显台湾芯片产业在全球版图中的战略地位。更令人瞩目的是，台湾半导体扮演的不仅是经济角色，更是地缘政治中的关键棋子。由于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能力，台湾的半导体实力被称作龟盾，被各国视为不可取代的战略资产。近年来，面对国际局势变化，台积电更受邀赴美、赴日设厂，展现出科技护国神山的软实力和灵活调度。尽管如此，台湾依旧是全球芯片制造的核心所在，世界各地无数智慧装置的心脏、芯片都深深烙印着 Made in Taiwan 的印记。从智慧手机、笔记型电脑到云端伺服器、人工智慧超级运算，台湾制造的芯片正默默驱动着全世界的数位生活运转。也许你正在滑手机、开电脑看影片，或者开车使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都在享受台湾半导体带来的便利。在看不见的硅晶圆世界里，台湾以一己之力站上了巅峰，成为当之无愧的芯片帝国心脏。第一名，全球机能布料冠军，不起眼的 MIT 横扫全球。谁能想到，藏在运动衣物和防护装备里的那些高科技布料，竟大多来自台湾。台湾的纺织业或许不像半导体般炫目，却是全球机能性布料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全世界超过70%的高性能布料由台湾制造。Nike、耐吉、Adidas、艾迪达、Lululemon、露露乐蒙、The North Face 等知名运动品牌都大量采用 MIT Made in Taiwan 的功能性纺织品作为产品材料。台湾的纺织产业从1950年代靠美国援助的棉花起步，逐渐建立起完整的纺纱、织布、染整到成衣的产业链，被誉为昔日的纺织王国。虽然后来遇到产业外移与成本竞争，台湾纺织业并未一蹶不振，反而透过不断创新研发成功转型，在防水透湿、吸湿排汗、抗菌除臭、耐燃防火等机能布料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如今台湾在全球机能布料市场的市占率超过 50%， 稳居世界第一。从消防员身穿的防火衣、医护人员的防护衣，到瑜伽爱好者的弹性运动服，乃至全民抗疫时使用的口罩不织布，台湾制造的布料无所不在的守护着各行各业人们的安全与健康。2022年卡达世界杯足球赛上，有9支国家代表队穿着 MIT 环保球衣征战绿茵场，其中包括最终夺冠的阿根廷队。那一件件由回收保特瓶抽丝再制的球衣，轻薄透气又结实耐用，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循环环保纺织上的超凡实力。除了运动领域，许多国家的军警制服、户外风衣、登山背包等，也都有台湾机能布料的身影。台湾这块小小的布料，
仿佛化作人们身上低调的第二层皮肤。它贴身却不起眼，默默提升着服装的舒适度与防护力，在超过200个国家中静静展现着台湾的实力与温度。正是这样默默无闻的隐形冠军，为台湾赢得了世界的掌声与信赖。台湾纺织业者并未止步于现有成就，如今更投入智慧纺织、电子纺织的研发，将传感器、导电纤维织入布料，开创智慧衣物的新蓝海。未来，不论是运动场上刷新纪录的健儿，还是医疗现场拯救生命的防护衣，都将因台湾布料的加持而更上一层楼，继续在全球舞台上替台湾擦亮名号。从半导体到健保，从夜市到自行车，台湾以惊人的创造力在全球留下深刻印记。以上10大世界第一，中有产业的辉煌，也有社会的警钟，既展示出台湾的实力光芒，也提醒着我们不足与挑战。一座岛屿的力量不在于土地的大小，而在于人民的智慧、勤勉与韧性。台湾这个充满矛盾却闪耀着光芒的地方，正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世界。它既有隐形冠军带来的骄傲，也面对着自身需克服的难题。唯有正视问题，持续创新，才能让台湾之光照得更远、更久，让这座小岛在世界舞台上继续绽放属于自己的耀眼光彩。展望未来，只要台湾持续发挥创造力，并正视问题，不断突破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小岛将在世界舞台上续写更辉煌的传奇篇章。